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呀！欢迎回到婷婷的植物频道。这期节目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新搭的宜家的绿植柜。然后，这个宜家绿植柜网上已经有很多的如何搭建的攻略，然后如何装灯啊，如何装电风扇这些详细的攻略，网上有很多视频可以参考，所以我就不拍这部分的内容了，就是单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绿植柜现在的状态，然后我给它做了哪些升级。然后请大家不要介意我现在声音有点哑，然后嗓子有点不舒服，可能还有点鼻音，那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得了 COVID， 然后也还在恢复状态吧。这波 COVID 真的挺凶猛的，也不像网上说的现在 COVID 已经症状非常轻啊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自己的体验过来，这个还是挺严重的。特别是我的症状是喉咙疼嘛，而且就只有这一个症状，所以它可能就疼到极致了。喉咙疼的状态就是像那种刀割一样，而且不是一个伤口，感觉是有无数伤口在喉咙，然后每一次咽口水都无比的疼。所以我就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吧，这北美这波还是挺凶的。特别是在北美啊或者欧洲的小伙伴，我知道大家都已经不太重视防疫这个事情了，像我也是防疫的2、3年，然后最近完全是有点松懈，所以也正好是这波凶猛的病让我就是教做人了，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坚持防疫吧，出门能戴口罩尽量戴好口罩，千万不要小视这个病毒，真的挺猛的。好，赶紧不要废话了，说回这个宜家的绿植柜。然后宜家绿植柜的话也算是风靡网络，一般就是家里有很多收藏的那些植物大神啊，都会有个2、3个放在家里。但是那作为绿植小白或者是刚入门绿植的人呢，绿植柜到底是有没有必要去购入呢？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就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入这个绿植柜。我顺便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入这个绿植柜，我现在目前是用它来当做什么的。那我们就边看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绿植柜是什么样子的吧。好，走。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绿植柜就摆在这个位置，靠窗边，然后它主要是靠生长灯的嘛，所以它也不需要有直射的阳光。然后我目前给它已经能装上的都装上了，装了生长灯，然后还给它买了定制的那种角落的隔板，为了放更多的植物。虽然我现在植物也不是很多，放了那个湿度的控制器啊，然后还有2个电风扇，我们打开来看一下。然后目前的湿度的话只有60%几，是因为我还没有装，就是本来是贴窗户防风的这种贴，我已经买了，待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装。这是最后一个道具了，也是前2天刚到，然后我又身体不太舒服，我就没装。那我就一点点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现在这个绿植柜是怎么个构造吧。这个灯我为什么选择这种灯呢？是因为它颜色比较好看，它就是正常的白光的灯。然后一般这种生长灯啊，就是会有蓝光、红光嘛，因为蓝光跟红光对植物生长好。但是我就觉得不是很美观，所以我就选了这种透着白光的生长灯。然后呢，接着是这个，因为这个柜子它是铁的，这一面它是铁的，然后我就是买了2个磁吸的架子，这2个架子本来是那种可以贴在冰箱上放一些调料罐什么的，我就买了这2个架子。然后这个亚克力的边角架子是定制的，这2个架子收快递收了我1周，因为不小心被 UPS 送到隔壁邻居家了，然后邻居又正好出去玩了，我就等了1周，所以本来是上周就想拍这个视频的。然后这也是一个那个冰箱架子，你看我开着门，这个湿度蹭蹭往下掉。然后这2个风扇也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给它固定在上面的，你看上面是放了磁铁，然后底下这一部分也是里面有一磁铁，因为这个风扇不能贴着这个壁嘛，就会过热，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给它稍微悬空一点的挂。然后这边是比较好，因为下面有一个柜子本来的这种隔断，然后我就可以把下面卡在里面，然后上面用1个磁铁固定就好了。目前我这个宜家绿植柜，因为我也没有买很多，
就非要进柜子的绿植嘛。然后，所以我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植物 ICU 来用的，就是家里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魔叶的秋海棠，它有点快挂的样子了，我就给它送进去。因为绿植柜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光和通风还有温度都非常的恒定，所以它对植物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环境，所以不像外面今天有太阳明天没太阳的，这个光是我每天给它设置了8个小时的光照的，所以它就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你看我放了一些植物，就比如说这个白龟啊，然后这个白龟可惨了，之前被我剖腹产然后划了2刀，然后这现在是一片新叶子。然后这个竹芋，这个猫眼竹芋也是挺惨的，卷边了，然后我就给它送进来了。然后这个辛巴达秋海棠之前也是茂盛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太晒还是就是天气变化嘛，在外面太不稳定了，它就又重新开始长了。反而这个小苗还感觉挺健康一些。然后这个伯乐景也是在外面的话，这是它在里面长出来的第一片叶子，就非常的舒展。它之前在外面长的叶子就这样旋转的，所以我也给它放进来了。我还有一颗白龟我就没放进来，因为我感觉它都已经适应了柜子外面的生活了，它没必要又给它搬回柜子里去，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有一些植友交流的时候有提到，不超过20刀的植物就不用进柜子了。我的理念上不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绿植柜目前是被我当做植物 ICU 嘛，它就是有一些植物我觉得还能救一救的，我就会把它放到柜子里，这样子它能有一个稳定的生长环境，它也会更快的恢复吧，我觉得。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把最后一步完成吧。因为还是有一些空隙嘛，我就买了这个封边的，然后这样子它里面的湿度就能保持得更好。打算这儿贴一层，然后这儿贴一条，然后门的两边也贴起来，然后这边也准备贴一条，然后就是把这个有粘性的部分就贴在这儿。我也没试过，然后湿度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贴一下这个东西的。对，所以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多的植物需要进柜子，但是至少有了柜子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收集了。我觉得，因为有一些热植的湿度需要比较高嘛，我现在只是在家庭正常的环境下的话，其实是没法养的。但是有了柜子的话，我就可以开始慢慢收集了。所以又回到刚刚那个我想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需要买这个热植柜？就是你准备好了，你觉得你外面的植物，你觉得养起来已经毫无难度了，那你想挑战一些新的植物，你有精力去养一些柜子里的比较难养的植物的话，那你就可以开始考虑入这个热植柜了。这个热植柜其实的话，它原价是不贵，它只需要150美金，但是我配好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它还是挺贵的，就是这个也花钱，那个也花钱的那种感觉，就是里面的灯呀，这个网上定制的这个架子呀，其实都要加起来都感觉已经超过柜子的本身了。然后这个电风扇，这个架子，就是几十，很快就花挺多钱的。所以我自己还在探索中，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去。所以刚入门的绿植的花友啊，然后新手的话，你最好是好好考虑一下，你需不需要这个。因为我觉得直到你把就是能养在家庭环境里的植物都先照顾好了，你才能有精力去照顾这些柜子里的植物。柜子里的植物的话，你有柜子，你不代表说你就一定能养好。柜子只是给了你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吧。植物还是挺需要你去照顾它的，所以
去做这么一个投资之前，我比较穷，管这个叫投。所以去买入这个柜子之前，我觉得你最好能考虑好你是不是需要这么一个柜子，而不是说，大家都有这个柜子，我也要去买一个，就是自己考量好吧，需不需要这么一个柜子。其实它的制作的话也没有特别难的，但是就是很零碎，你这个也要买，那个也要买，也算一笔开销吧。如果像我现在里面植物其实不是很多，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买过来会发现会有一点点没有太必要。我是有打算要再去收集这一些植物的嘛，所以就先看着吧。这个宜家柜子非常热门，之前都是一柜难求的。网上的很多朋友啊，就是设置提醒的，直到它有货了就马上冲去买，这样子还挺夸张的。最近好像我看宜家上能配送了这个柜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贴了这种密封条之后啊，它肯定会好很多。然后其实这个柜子它这儿的缝隙也很大，所以我也打算给它贴一条。哦，对了，我买的这个贴是25毫米的，我当时买的时候也不知道要买多少毫米的，然后现在发现25毫米完全就够用了，不需要买35啊什么的。小心碰到这个灯，很烫的。发现这个顶格这里不能用这种单面的，我下次给它改成厨房那种美缝贴，应该更好用。好，那我们给它关上，晚上来观察一下这个湿度。我从声音就能听出来，因为现在已经听不清里面那个风扇的声音了，仿佛没有开风扇一样。然后到时候我们来继续观察一下吧。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喽。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节目能知道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么一个宜家绿植柜。如果正好想要买的朋友，也可以根据我的绿植柜来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我的绿植这一些部件啊什么的升级都是我觉得我已经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又该有的功能都具备，所以希望能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当然，我可以把我当时参考的那个博主的视频丢在评论里，然后也会把我用到的那些产品都放在我的那个描述里面，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好了，那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喽。然后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赞哦。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下期的内容啦。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